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虽然说长寿是很多人都追求的，但又有多少人能长寿呢？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寿命缩短。那今天木子要说的就是，如果身上2个地方发黑，就可能是短命的信号，大家别忽视喽。第一个地方，脸色发黑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脸色呢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也是气血好的一种表现。但如果你脸色发黑或者是发黄，就可能是体内毒素过多，或者是其他器官出现了问题，这时就要好好的保养身体了。第二个地方，指甲发黑。正常来说，指甲也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指甲发黑，木子提醒大家，最好警惕肝脏出现问题，因为肝脏受损会影响身体排毒，如果体内堆积毒素，就可能会导致指甲发黑，所以平时要多养肝才行。建议大家改掉不好的习惯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肝食物，比如枸杞。枸杞呢是常见的食物，药用价值很高，有清肝明目、养肝护肝的作用，可以保护肝脏健康哦。那上面这2种表现，如果你出现一个，也要及时的调养，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长寿。冬天到了，胃不好的小伙伴，如果想要养胃，除了要注意保暖、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敲敲自己腿上的养胃区哦。这个养胃区就是足三里了，足三里在小腿外侧，外线下3寸，那用手指量的话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也被称为长寿穴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足三里，敲打力度大一些，要感觉有酸胀感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那经常这样敲打可以促进消化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以前的人啊都喜欢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现在呢，很多人喜欢上了熬夜。有的人认为啊，熬一宿才算熬夜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你知道几点开始就算熬夜了吗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啊，这个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判定的，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睡觉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呢是人体排毒的时候，如果熬夜的话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会影响排毒，这就对健康不利了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晚上赶紧放下手里的手机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最好啊让自己11点就进入深度睡眠，这样身体才能会更好。如果呀晚上睡好了，那么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；如果睡不好呢，那人也会没有精神，各种难受，而且啊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我们平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入睡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呢2种助眠食物。第一种莲子，莲子的味道啊有些苦，但是呢很清香。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营养成分，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那在睡前喝1杯莲子羹，有助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百合，百合不仅好看，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百合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具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效果。那用百合泡水喝，或者是熬汤喝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经常失眠的人，希望啊这2种食物能够帮助到你哦。睡觉啊是生活中呢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啊却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那可能呢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呢床头放了3样东西，就可能会影响睡眠，而且啊对健康也不利哦。第一样，绿色的植物。那大家呀都知道，到了晚上，绿色植物啊会吸入氧气，但释放的是二氧化碳。那放在床头啊，容易让人缺氧，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二样，手机。很多人睡觉前玩手机，玩完呢就顺手的放在床头了。但是啊，手机啊是有辐射的，那时间长了容易刺激大脑，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3样，毛绒玩具也是不适合放在床头的，因为啊，毛绒玩具容易产生细菌和灰尘，那放在身边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健康哦。腋毛，很多女性都觉得它非常难看，所以呢，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帮助透气，还能够缓解皮肤的摩擦。但有些女性腋毛很多，而有些人却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和2个因素有关。
第一个，遗传因素。如果是家族基因本来就是毛囊不发达，那么就可能不容易长腋毛。第二个，激素影响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呢，激素分泌的水平也不同。如果体内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腋毛就可能会多一些。那相反，激素分泌少，腋毛就可能会稀少，有的甚至不长腋毛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当腋毛多的时候，不要感觉苦恼，也不要乱刮掉了。如果你有狐臭的话，还是可以刮。很多人胃不好，其实这可能是你平时不注意饮食和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，说明胃部还算健康。饭后腹部不适，如果吃完饭后感觉到有饱腹感、上腹部不适这种情况呢，还经常的出现，那就要注意胃部健康了。饭后不停的打嗝，如果吃东西太快了，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；但如果不是吃东西太快，还经常出现打嗝的情况，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可能是胃部出现问题了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淀粉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山药对胃部健康有帮助。胃部有幽门螺杆菌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：胃胀、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、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：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那就挑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吃。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胃火旺、口臭的情况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。不妨用下面这2种花泡水喝吧。第一种，茉莉花。茉莉花性质温和，能够帮助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而且茉莉花口味甘醇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去口臭的效果。那胃火大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喝茉莉花茶来降降火。第二种，菊花。菊花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的功效。那胃火大的朋友经常用菊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胃热、清新口气。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天天喝，不然容易引起胃部不适。每个人体内都有阳气，如果阳气不足，人就容易生病。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注意自己的阳气。下面3种食物容易损耗阳气，希望你尽量不要吃。第一种，冰凉食物。如果经常吃冰凉食物，寒气会进入身体，这时人就需要大量的阳气来抵抗寒气，这样阳气就会不断的被消耗，对阳气损伤很大。第二种，快餐。快餐快捷又方便，是很多人的首选。快餐的热量和脂肪都很大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人发胖，也会损耗阳气，所以要尽量少吃。第3种，海鲜。海鲜属于寒凉食物，比如螃蟹、生蚝等。寒凉食物吃多了也会损伤阳气，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。个人认为保养膝盖那是到老了才要关心的事情。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哦。当人过了30岁，膝盖就开始慢慢的衰老了。如果不好好保养，那么到老了很可能会出现关节疼痛、关节炎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帮助保护膝盖哦。先找一把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将左腿向前伸直，让脚后跟着地，右腿则伸直往上抬，抬到自己的最大高度。注意双腿要绷紧，坚持5秒，把右腿放下，再换抬左腿，这样每天轮流做5分钟左右。
这样抬腿可以锻炼腿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，让你人老腿不老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唠这些吧。大家还想知道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